阿根廷和智利边境，在抵达南极前最后的陆地上，安第斯山脉把云和雨阻隔，建立起恢宏的雪山堡垒，点缀以蓝宝石般的湖泊和红色的树林。登山家酷爱这里的绝壁，因为它们陡峭多变，时时刻刻考验着人类的勇气。户外爱好者把这里当成世外桃源，因为它是各种地貌的最强组合。但对于摄影师来讲，只有怀有敬畏、拥有强健的体魄和大心脏的王者，才能捕捉它最强的光影。我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，继续攀登。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三塔峰是我此次拍摄的第一站，也是气候最不稳定的。昨天还是艳阳高照，我们欢呼，我们收获，我们经历了光彩夺目的时间。今晨就是风雪侵袭，但这里也俨然变成另一个仙境。绿色的湖水被白色的风景拥抱，一尘不染的世界顿时彰显了几分灵性。我在激流旁的巨石上跳上跳下几次，选择着机位。富士1亿像素此时没有被暴风雪击垮，它彰显着王者风范。定格、拍摄，所有画面中分子般的颗粒被精确记录。使用这台机器最大的享受就是高画质的表现力，甚至在前期的翻转屏上，我都能察觉手指一触就是清脆的对焦，拍摄下来的作品放大尽是细节。告别了智利，我来到了 Fitzroy 脚下。这座巴坦根亚的主峰处处彰显了魔力，在他目光所及处露营。我在朝霞和黄昏中与他对视，时而喧嚣，时而静谧，时而又似梦似幻。而他的大气场时时刻刻在召唤着我，勇敢的摄影师来一睹我的真容。我跨越了激流，我从巨石上一跃而起，带着富士1亿像素格外轻巧，它没有我想象的笨重，握在手里如身体的一部分。我装上了23毫米的广角镜头，以捕捉最大的画面。2节电池给了我持续拍摄的自信，在水边，金光转瞬即逝。托雷峰是巴塔哥尼亚最难攀登的险峻之地，摄影师更是酷爱它的完美山形，而从它山脚下生长出来的冰川，更是在一处泻湖抛洒着大大小小的蓝冰，为我的构图增加着亮色。那个早晨太难忘了，天空就像升腾起火焰，把山头染红，把水面烫金。我从黑暗拍摄到光明，这巴塔哥尼亚最后的协奏曲唱响了我心中的豪迈。我的大日子来了，星夜兼程，攀登至 Fitzroy 面前最后一池碧水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然后跳跃上一座大石，手握利器，豪情万丈。而原本没有任何缝隙的乌云突然破了一个口子，金色的光线如潮水一般涌了出来，在 Fitzroy 的群山上绽放。我耳边也顿时响起了澎湃的旋律，心脏提速，奔跑，拍摄，跳跃，按快门。巴坦哥尼亚的魔法之门为我足足打开了5分钟。而我手中的 GFX 100此刻不辱使命，中画幅极强的宽容度给了我多拍的机会，每一张都是最亮与最暗的完美结合，每一张都是从近到远毛发毕现的极致风景。从光线升起到世界重归灰暗，它记录下我想要的一切。